地震可解读为内在能量的释放，不同观念与区域的冲突，是内在情绪压抑后的爆发，所有的爆发都与情绪的压抑有关。哲斯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内在情绪和思想会影响他们周遭的环境和事件。地震、自然灾害等事件也可以解读为内在能量的释放。它们是由许多人的想法和情感所创造的，这些情感可能是负面的，例如恐惧、愤怒、焦虑等。这些情感的压抑可能会导致地震等事件的爆发。哲斯也强调了思想和情感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压抑他们的情感和想法，这些负面情感和想法可能会累积，最终导致身心的健康问题。因此，他倡导人们需要学会理解和面对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并学会有效地表达它们，以避免负面情感和想法的累积。一时之光。如果你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技巧去运转你的星球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世界的心灵内容，看见世界一时远比任何灯火通明的城市还远较灿烂的发着光。哲斯的这段话强调了意识的重要性，他认为意识是创造现实的关键，而意识之光就是指人类内在的光芒或能量，它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层次和更高的自我觉醒。在哲斯的观点中，世界的意识是无所不在的，它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之中，这种意识相互交织，互相作用。如果我们学会运用这种意识，就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事物，了解到更高层次的真相。因此，哲斯鼓励人们通过冥想、意识转移、灵性实践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意识水平，并且与意识之光联系在一起，让自己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和世界的本质，从而创造更美好的现实。新的神话将取代旧的神话，新的神话是带领大家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你可以看见强烈活动的点，看见新神话的诞生以及旧神话的死亡，就与你可能看见一次山崩或一个海啸那样的明显。哲斯认为，神话是一个文化的基础，它们包含住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世界的解释、道德规范、价值观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转变，旧的神话逐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新的神话因此而诞生。新的神话是带领人们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认识自己的潜能和使命。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超越旧有的框架和限制，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哲斯相信，随着新的神话的诞生，人类将逐渐觉醒，意识将得到提升，世界也将变得更加美好。然而，新的神话的诞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勇敢地面对旧有的信仰和观念，并且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真相。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化，人类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凡内在与之呼应的都是对等人物，所以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对等人物。能了解这一观点，潜能就可以无限的延伸。哲斯的观点强调了内在和外在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和连接。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但同时也是所有其他人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的意识，因此，凡是与我们的内在呼应的，都可以被视为对等人物，不论他们的外在形式如何。了解这一观点可以让人们更加开放和接纳不同的观点和经验，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共鸣。此外，意识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连接也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和优点。因为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学习，人们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